2026年8月14日這一天，行政院主計總處在同一場發布裡丟出了2個互相矛盾的數字。第一個數字讓人興奮，主計總處把台灣今年的經濟成長率大幅上修到 11.05%， 比5月的預測值又往上加了 1.41個百分點，這是1988年以來整整39年的新高。每人 GDP 将衝上45332美元，而去年，也就是2025年，台灣的成長率已經高達 8.68%， 是近15年來最好的成績，其中第4季更是暴衝到 12.68%， 寫下38年來的單季紀錄。 AI 的浪潮把這座島嶼推到了世界舞台的正中央。第二個數字讓人沉默，同一天公布的家庭收支調查顯示，2025年所得最高的 20% 家庭，每戶可支配所得是 244.9 万元，所得最低的 20% 家庭，每戶只有 39.7 万元，两者的差距來到 6.17 倍，創下14年來的新高。同一天，同一個機關，同一個台灣，一張報表寫着我們正在起飛，另一張報表寫着我們正在裂開。這2個數字如果分開看都很正常，經濟好是好消息，差距大是老問題。可是當他們被印在同一份新聞稿上，被同一群記者在同一場記者會上問出來，那種荒謬感就藏不住了。主計總處的參事在台上說， AI 浪潮整個帶動了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所以高所得那邊真的是有比較大的增幅。這句話翻譯成白話就是，錢確實變多了，但變多的錢大部分沒有流到你我手上。而更殘酷的事實藏在細節裡，最低那 20% 的家庭全年可支配所得 39.7 万元。你知道2026年的最低工資是多少吗？月薪29500元，一年12個月是354000元。也就是說，台灣底層1/5的家庭，全家人整年賺到的錢只比一個人領最低工資多出4萬多塊。這不是比喻，這是官方統計。那麼問題來了，這道裂縫在台灣的地圖上是怎麼分布的？哪些縣市的撕裂最嚴重？答案可能會顛覆你的直覺，因為第一名既不是台北，也不是新竹。在開始倒數之前，我們必須先拆穿一個陷阱，一個幾乎騙了所有人幾十年的統計陷阱。2025年11月25日，主計總處公布了受雇員工的薪資統計，全體受雇員工的平均年薪是 73.2 萬元，聽起來還不錯，對吧？一個月6萬多。可是同一份報告的另一個數字是中位數只有 54.6 萬元，也就是說全台灣有高達 68.75% 的勞工年薪根本達不到那個平均值，將近70%的人一輩子活在平均線以下。這就是平均數的謊言，平均數會被極端值拉高。一間辦公室裡9個人月薪3萬，老闆月薪300萬，平均下來每個人月薪33萬。統計沒有說謊，但統計也沒有說實話。而且這個 68.75% 還創下了歷年的次高紀錄，也就是說，這個謊言不但存在，而且愈來愈大。10年前領不到平均薪資的人比例沒有這麼高，這代表台灣的薪資分布正在往右邊拖出一條愈來愈長的尾巴，尾巴上的那群人愈飛愈遠，而龐大的主體幾乎沒有移動。如果你再把行業拆開來看，畫面會更清楚。全台灣薪資中位數最高的行業是金融保險業，年薪中位數 110.6 萬元。而在餐飲、零售、住宿、清潔、保全這些吸納最多就業人口的行業裡，中位數往往連它的一半都不到。這不是誰比較努力的問題，這是你在哪一條產業鏈上的問題。你上車的那一節車廂決定了你這輩子的時數。所以真正能衡量撕裂的不是誰比較有錢，而是同一個縣市裡平均數和中位數差了多遠，是那個開保时捷的人和那個打卡下班的人中間隔着幾個世界。好了，現在我們從第10名開始倒數。第10名，基隆市。基隆的受雇員工平均年薪是 69.3 萬元，全台排第8，看起來不算太差。但基隆的問題不在數字高低，而在於這些錢根本不是在基隆賺的。基隆是全台灣通勤比例最高的城市之一，每天清晨成千上萬的基隆人擠上客運和火車，把身體送進台北，晚上再把疲憊送回基隆。他們的產值計算在台北，稅籍在基隆，房子買在基隆，人生耗在路上。
基隆的房價所得比只有 6.05 倍，是全台最低。表面上這是好消息，一個基隆家庭不吃不喝6年就能買房。但你換個角度想，房價所得比之所以低，是因為沒有人搶，年輕人外流，產業空洞，港務衰退，留下來的是高齡人口和一棟棟山坡上的老公寓。基隆的撕裂不是有錢人和窮人的撕裂，而是一座城市和他自己未來的撕裂。一個城市最誠實的體檢報告，從來不是他最有錢的人住哪裡，而是他的年輕人願不願意留下來。基隆給出的答案寫在每天清晨那班客運的乘客名單上。第9名，屏東縣。根據財政部2024年度的綜所稅統計，屏東縣的總所得平均數只有 86.6 萬元，是全台最低。台東縣 87.1 萬元，嘉義縣 88.5 萬元緊隨其後。這3個縣構成了台灣所得地圖上最深的那一塊洼地，但屏東的撕裂藏在土地裡。屏東是農業與養殖大縣，而農業的財富結構從來不是靠薪水，是靠地。少數的地主、大型養殖業者、農產盤商掌握了絕大部分的獲利，而真正下田、下池、扛貨的是高齡化的農民和大量的外籍移工。同一片鳳梨田，一邊是資產表，一邊是勞動力。統計把它們平均在一起，於是我們只看到一個 86.6 萬元的數字，看不到那條線在哪裡。而且農業縣還有一個很少被討論的特性，當一個地區的所得普遍偏低，政府的社會救助介入就會特別深。2026年，台灣省的最低生活費標準是每人每月15515元，中低收入戶的門檻是23273元。在屏東、台東、嘉義這些縣份，跨過或沒跨過這條線的家庭密度遠高於北部。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這些地方的所得差距有一大部分是被政府的補助硬撐住的，補助一旦鬆手，數字立刻現形。第8名，嘉義縣。嘉義的故事是台灣最魔幻的一組對照。主計總處的家庭收支調查顯示，嘉義市的家庭平均年收入在2024年來到 145.5 萬元，一舉超越台中、高雄與台南，躍居全台第6。更驚人的是，它的成長幅度從前一年的 134.8 萬元跳升，年增 8.01%， 是所有縣市之冠。而在它旁邊，開車20分鐘就到的嘉義縣，總所得平均只有 88.5 萬元，是全台倒數第3。一個市，一個縣，共用一個名字，共用一段歷史，共用一座阿里山，但在統計表上，他們像2個國家。嘉義市為什麼這麼有錢？分析指出，這類地區的財富往往不來自受僱薪資，而來自隱形富豪、中小企業主和地主。他們不領薪水，也不上班，但他們的所得申報表遠比任何一位上班族漂亮。嘉義市的例子其實推翻了很多人對台灣的想象。我們總以為有錢就等於有高科技產業，等於有園區，等於有台積電。可是嘉義市沒有園區，也沒有護國神山。它的富有來自幾代人累積下來的土地、店面、廠房和股票。這種財富不會出現在薪資統計裡，只會出現在綜所稅的申報表上，安安靜靜的一年比一年厚。第7名，彰化縣。多年前曾經有媒體用統計學的變異係數盤點全台灣368個鄉鎮市區，想找出貧富差距最大的地方。結果第1名不是台北市中正區，不是台中西屯區，而是一個很多人念不出正確發音的地方——彰化縣大村鄉。當時的數據顯示，大村鄉的課稅所得平均數超過120萬元，可是中位數只有49萬元，平均是中位數的2倍半。原因後來被找出來了，一家台灣最大的輪胎製造商總部就設在大村鄉，一個超級富有的家庭就把整個被列為相對貧瘠鄉鎮的地方硬生生拉出一條統計上的斷層。這就是彰化的縮影。彰化是台灣隱形冠軍的故鄉，扣件、水五金、紡織、食品，一家家中小企業默默做着全世界的生意。老闆的資產在海外報價，員工的薪水在本地計價。這種撕裂不吵不鬧，藏在每一條產業道路旁邊的鐵皮工廠裡。彰化的另一個特徵是它幾乎沒有中間層，你要麼是老闆，要麼是作業員。台灣的中小企業佔了全體企業家數的90%以上，這些企業的老闆與員工往往在同一個廠房裡工作，
在同一間便當店吃飯，開車走同一條路回家，他們的生活半徑重疊，但他們的資產負債表相隔一個宇宙，所以彰化的撕裂看起來不明顯，因為兩邊的人天天見面。第6名，桃園市。桃園的數字其實很體面，受雇員工平均年薪 78.6 萬元，六都第2，中位數 61.6 萬元，也是六都第2，每戶可支配所得 128.1 萬元，高於全國平均的121萬元，房價所得比 8.65 倍，在六都裡算相對友善。那為什麼桃園會上榜？因為桃園的所得統計看不見一整個階層。桃園是全台灣移工人數最多的縣市，是製造業的心臟。在龜山、觀音、大園、平鎮的工業區裡，數以10萬計的移工撐起了台灣的產線。他們的薪資、他們的居住條件、他們的生活半徑，多數不會出現在家庭收支調查的樣本裡。而在幾公里外的青埔，是全新的重劃區，是高鐵特區，是雙北外溢購買力砸出來的房價。所以桃園的撕裂是3層的，最上面是脫北的中產階級，中間是本地製造業的技術勞工，最下面是統計上幾乎隱形的移工。這3層人共用同一條路，卻活在3個不同的台灣。還有一件事值得注意，桃園的薪資成長率是 5.40%， 數字漂亮，可是薪資成長率高不代表撕裂縮小。當一個地方的產業快速升級，最先受惠的永遠是最上面那一層，而最下面那一層的位置幾乎不会動。成長率是一個平均的概念，而平均我們刚剛才說過是會騙人的。第5名，新北市。新北市的受雇員工平均年薪 71.1 萬元，中位數 55.7 萬元，每戶可支配所得 126.3 萬元。這些數字都不算難看，但新北市有一個全台第2可怕的數字，房價所得比 13.03 倍，僅次於台北市。新北的撕裂是空間的撕裂，同樣一張新北市的身份證，你可能住在林口的重劃區，也可能住在瑞芳的山邊。2024年度的所得統計顯示，林口的所得中位數高得讓很多台北市的行政區都追不上，因為那裡聚集的是所得高、有能力選擇居住地的年輕家庭。而在新北的另一端是老公寓，是被時間遺忘的市鎮，是搭1個小時公車才到得了捷運站的地方。板橋、汐止、新店、永和這些行政區的所得排名在過去15年裡不斷洗牌，有的往上爬，有的往下掉。新北市不是一個城市，新北市是29個城市擠在一起，彼此之間隔着一條看不見的收費站，而房價把這條收費站的價格標了出來，房價所得比 13.03 倍，代表一個中位數的新北家庭要不吃不喝13年才買得起一間中位數的房子。可是新北的薪資中位數只有 55.7 萬元，你算算看，一個月不到 4.7 萬元的收入，要在一個房價緊追台北的城市裡養家、繳房貸、養小孩，這不是選擇困難，這是數學上的不可能。於是新北人只能往外推，推到林口，推到淡水，推到鶯歌，推到更遠的地方，每往外推10公里，通勤時間多20分鐘，人生就少一塊。新北市的撕裂是用通勤時間計價的。第4名，台南市。台南的數據看起來正在起飛。2024年度受雇員工平均年薪衝上 73.3 萬元，六都第3，年增 6.17%， 是全台最高的增幅。南科的效應，台積電的擴廠正在把整個南部的產業版圖重劃。在上劃區的蓮潭裡，綜合所得總額的中位數高達 178.1 萬元，穩居六都之冠。注意，這是中位數，不是平均數，這代表那個裡的居民是實實在在的均富。然後你再看另一個數字，2025年台南市的每戶可支配所得只有 104.4 萬元，六都墊底，遠低於全國平均的121萬元。看出問題了嗎？南科在台南，但南科的錢沒有流進整個台南。園區的圍牆內外是2種薪資結構，2種消費能力，2種對未來的想象。台南是全台灣平均薪資漲最快的城市之一，同時也是六都裡家庭可支配所得最低的城市。這2件事同時成立，本身就是一種撕裂。而且台南的撕裂還有一個時間差的問題。南科的科技新貴大多是外地來的年輕工程師，他們帶來高薪，也帶來房價。2020年之後，台南房價的漲幅明顯跑贏了本地大多數行業的薪資漲幅。結果是什麼？結果是
那些在台南住了3代，在傳統產業或服務業工作的家庭，薪水幾乎沒動，卻要面對一個被別人的薪水推高的房市。他們沒有享受到科技紅利，卻要全額承受科技紅利的副作用。這是全台灣所有園區周邊城市共同的劇本。高雄的 S 廊帶正在上演同一出戲，台積電設廠的效應正在發酵。平均薪資 68.7 萬元的背後，是中位數只有50多萬元的在地石化、鋼鐵與服務業勞工。他們看着新的工程師搬進來，看着房價一天一天往上，然後發現自己在自己的城市裡愈來愈買不起一個家。第3名，新竹縣。如果要選出台灣地表上最極端的一組對照，答案在新竹縣。財政部公布的2024年度統計顯示，全台灣只有8個里的綜合所得總額平均數突破300萬元，其中4個全部在新竹縣竹北市。東平里 343.6 萬元，中興里332萬元，鹿場里325.1萬元，隘口里322.8萬元。新竹縣的每戶可支配所得在2025年來到156.9萬元，首度超車台北市的155.4萬元，躍居全台第2。受雇員工平均年薪100.3萬元，全台第2，中位數73.6萬元，甚至險勝台北市。但新竹縣不只有竹北，往東走近3里是尖石鄉，是五峰鄉，是台灣人口最稀疏、產業最單薄的山地原鄉。那裡沒有科技新貴，沒有分紅配股，只有部落、林班地和一條蜿蜒的產業道路。同一個縣長管轄，同一份縣政預算，同一張選票，竹北的一戶人家一年賺300多萬，3里的一戶人家一年賺不到那個數字的1/10。開車1個半小時，你就從21世紀的 AI 供應鏈開回了台灣的另一個世紀，而房價正在把這道裂縫加深。統計顯示，新竹地區的住宅大樓總價中位數從2020年的1190萬元一路衝到2024年的1885萬元，5年之內漲了695萬元，漲幅 58.4%， 是7大都會區裡最兇猛的。晚5年進場的人等於要多付出接近700萬元的代價。700萬元是什麼概念？以全台灣的薪資中位數 54.6 萬元計算，那是一個上班族不吃不喝將近13年的全部收入。竹科的工程師靠着分紅配股5年賺得回來，而不在竹科上班的新竹人就是硬生生被推遠了13年。這就是園區經濟最鋒利的那一面，它不只是讓一部分人變有錢，它同時讓另一部分人變窮，即使那些人的薪水1毛都沒有減少。因為財富從來不是絕對值，財富是相對位置。當你身邊的人跑得比你快，你就算原地跑步也是在後退。第2名，台北市。到了台北市，撕裂的性質整個改變了。前面9個縣市的撕裂多半是地理的撕裂、產業的撕裂、城鄉的撕裂，台北市的撕裂是資本和勞動的撕裂。看這組數字，2024年度台北市每戶的綜合所得總額平均數是 133.6 萬元，其中薪資所得平均只有 85.2 萬元，剩下的那將近50萬不是靠上班賺的。再看得更清楚一點，台北市每戶的股利所得平均是 38.5 萬元，全台第1，是全國平均15萬元的2倍半以上。排第2的新竹市是 22.8 萬元，第3的台中市是 15.1 萬元，而其餘19個縣市全部低於全國平均。換句話說，在台北市有一群人不需要打卡，不需要開會，不需要看老闆臉色，他们的錢在證券戶頭裡自己長大。而在同一座城市，有更多人在便利商店、在餐廳、在飯店、在補習班，領着離最低工資不遠的薪水，付着全台灣最貴的房租。台北市的房價所得比是 15.41 倍，全台第1。最赤裸的證據藏在里的統計裡。台北市士林區永福里2024年度綜合所得總額平均數 354.8 萬元，全台第2富有的里，可是它的中位數只有 73.2 萬元，平均是中位數的 4.8 倍。這代表什麼？代表那個里裡面有極少數幾戶人家的所得高到足以把整個里的平均值抬起來，而住在同一條巷子裡的大多數人年所得70幾萬，跟全台灣的中位數差不多。台北市松山區中華里也是一樣，平均數 348.9 萬元，中位數 99.3 萬元，差了 3.5 倍。
現在你把它跟新竹市東區關心里放在一起比，關心里的平均數是 459.2 萬元，全台第一，比永福里還高100多萬，但關心里的中位數是 343.4 萬元，平均只比中位數高3成出頭。同樣是台灣最富有的里，關心里是軍富，永福里是極化，前者住的是竹科的工程師，一整群人領着相近的高薪，後者住的是資本家和他們的鄰居。這才是台北市真正的樣子。台北不是最窮的地方，但台北是全台灣財富分配最不像常態分布的地方。還有一組更耐人尋味的數字，全台灣22個縣市裡，只有台北市、新竹市、台中市這3個地方的每戶股利所得高於全國平均的15萬元，其餘的19個縣市全部低於平均。這代表台灣的資本所得高度集中在3個點上，而其中新竹市的股利很大一部分來自科技業員工的員工分紅與持股，那是勞動的延伸。真正純粹的資本所得王國只有台北。所以當我們談台北市的貧富差距，談的其實不是所得的差距，而是所得來源的差距。一邊的人靠時間換錢，一邊的人靠錢換錢。靠時間換錢的人有上限，因為一天只有24小時，靠錢換錢的人沒有上限。這2條曲線在圖表上永遠不會相交，只會愈離愈遠。好了，第一名台中市。如果你到現在還覺得答案應該是台北，那接下來這組數字會讓你重新思考。2024年度台中市受雇員工的平均年薪是 67.3 萬元，六都最低，中位數 51.7 萬元，也是六都最低。而且不只輸給六都，台中的薪資中位數同時輸給苗栗縣，也輸給雲林縣， 51.7 萬元除以12，一個月大約 4.3 萬元。而2026年的最低工資是月薪29500元，也就是說，台中市那位站在正中間的上班族，收入只有最低工資的 1.46 倍，這是全台灣第2大城市的薪資中位數。那台中的錢在哪裡？在股利所得的排行榜上，台中市每戶平均 15.1 萬元，全台第3，僅次於台北市和新竹市，是全國平均線上唯一的非科技重鎮。台中有錢，非常有錢，但那個錢不在薪水袋裡，它在七期。台中10大豪宅裡有8成位在西屯區七期重劃區。2025年揭露的一筆交易，七期某社區的50樓頂樓戶成交單價衝上每坪 143.8 萬元，比新北市最高價的板橋指標豪宅每坪 121.5 萬元還要高出20多萬。2025年底推出的一個七期新案，規劃112戶，每戶100到130坪，光是預售就傳出11筆億元及以上的成交，佔了台中億元豪宅市場的1半以上。現在我們來做一道算術，台中市的薪資中位數是 51.7 萬元，七期的頂樓單價是每坪 143.8 萬元。一個標準的台中上班族，不吃不喝，不繳房租，不生病，不養小孩，要存將近 2.8 年才買得起七期的一坪地板。如果他想買下30坪，需要83年。83年，一個人從22歲畢業開始工作，做到105歲，還在為那30坪存錢。而在同一座城市，那些買下這些房子的人是誰？分析指出，中彰投一帶的隱形富豪，除非有特殊的地緣關係，否則多半不會北上。買在台北市，他們買在台中七期。這些人是誰？是精密機械廠的老闆，是工具機的頭家，是傳產第2代，是土地重劃的受益者。台中大肚山下的黃金重谷，養出了台灣最強悍的一批中小企業主，但同一份產業結構也養出了台灣競爭最激烈的餐飲服務業戰場。烏馬、清景澤這些席捲全台的餐飲集團都發跡於台中。餐飲業吸納了大量就業人口，卻本就偏向低薪與部分工時，加上精密機械近年面對中國的殺價競爭與匯率壓力，毛利被壓縮，許多傳產老闆仍維持保守的薪資策略。於是就出現了台灣最典型也最刺眼的一種景觀。有分析直接寫下這樣一句話：老闆很有錢，員工領低薪。而這句話之所以特別刺眼，是因為台中的城市形象和它的薪資數據完全相反。台中有全台灣最密集的百貨商場，最蓬勃的餐飲文化，最華麗的重劃區天際線，最多的進口車展示中心。走在市政路上，你會以為這是一座富裕到滿出來的城市。可是撐起這一切消費場景的服務業從業人員，
領的是全台6都最低的薪資中位數，這就是台中最詭異的地方。它的消費力是被少數人撐起來的，它的勞動力卻是由多數人提供的。少數人在店裡花錢，多數人在店裡上班。那些一坪140幾萬的房子，蓋在一座薪資中位數輸給雲林的城市裡，這兩件事並存了很多年，久到大家都習慣了，久到沒有人再覺得奇怪。台中的房價所得比是 11.9 倍，6都第3高。這座城市的房價向台北看齊，薪水卻向雲林看齊。老闆的車鑰匙上掛着保時捷的盾牌，員工的皮夾裡放着剛調漲910元的薪資單。這就是第一名，倒數完了。但真正的問題才剛開始。為什麼會這樣？第一個引擎是資本跑贏了勞動。主計總處的數字說得很清楚，2025年在計入政府移轉收支之前，台灣最高與最低所得家庭的差距是 7.49 倍，比前一年增加了 0.11 倍。AI 浪潮帶動半導體產業，高所得族群的薪資與投資所得增幅明顯高於低所得族群。學者指出，真正拉大差距的關鍵不是薪水，是非薪資所得，是透過投資賺到的財富。當台股一路往上，持有資產的人和只有勞動力的人，距離每天都在拉開。第二個引擎是紅利的集中。台灣今年的經濟成長率預估 11.05%， 這是一個接近奇蹟的數字，但這個奇蹟不是均勻灑落的，它落在半導體，落在 AI 供應鏈，落在少數幾個園區，落在幾個縣市。你看新竹市的平均年薪 129.8 萬元，是台中 67.3 萬元的 1.93 倍。同一個國家，同一個年份，兩座城市的薪資水平差了將近1倍。第三個引擎是房子把差距鎖進了下一代。根據內政部的統計，全國房價所得比來到 9.89 倍，房貸負擔率 43.12%， 這代表一個普通家庭要把接近一半的收入拿去繳房貸。而更可怕的是，財富的差距遠比所得的差距誇張。主計總處睽違30年重做的國富統計顯示，台灣最富有的 20% 家庭平均每戶財富5133萬元，而最貧窮的 20% 家庭平均每戶只有77萬元，差距 66.9 倍。財富的吉尼係數高達 0.606， 遠遠高於所得的 0.341。 所得的差距是6倍，財富的差距是66倍，而財富會繼承，所得不會。那政府做了什麼？其實做了不少。2025年，在納入低收入戶補助、老農津貼、育兒津貼等社福措施和稅捐之後，所得差距從 7.49 倍降到 6.17 倍，縮小了 1.33 倍。再納入長照、托育補助、住宅租金補貼、老人乘車補貼等實物給付，總額3027億元，可以再把差距壓到 5.74 倍。官員也承認，去年的普發現金1萬元對低所得家庭確實有幫助，如果沒有那筆錢，差距會擴大得更明顯。最低工資也已經連續10年調漲，從2016年的月薪20808元一路調到2026年的29500元，累計漲幅超過 47%， 時薪從120元調到196元，影響超過200萬名勞工。而決定2027年最低工資的審議會就落在2026年的第3季，所有人都在看同一件事，月薪到底能不能突破3萬元大關。但這裡有一個很少人注意到的細節，政府的實物給付平均每戶受益 3.1 萬元，其中最低所得組每戶 3.5 萬元，而最高所得組每戶也拿到 2.9 萬元。最有錢的那 20% 和最沒錢的那 20%， 從公共資源裡拿到的幾乎一樣多。有學者也直言，最低工資的調升對中等所得族群的幫助其實有限，真正的答案還是要回到租稅制度與社會福利。也有學者提醒，如果 K 型經濟的走勢已經不可逆，政府對人力資源的配置就必須重新盤算。最後還有一件事，我們必須誠實說出來，財政部自己在每一份統計專冊上都會注明，綜所稅是課稅資料，沒有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免稅所得和分離課稅所得，不宜直接作為衡量貧富差距的依據。主計總處也在縣市指標查詢系統上警告，部分縣市的家庭收支樣本數相當有限，據以排名或比較不具嚴謹的統計意義。換句話說，我們今天看到的所有數字都還是被修飾過的版本，分離課稅的股利不在裡面，海外所得不在裡面，信託、法人持股
資本利得大多不在裡面。真實的裂縫只會比這些數字更寬，不會更窄。主計總處預測，2027年台灣的經濟成長率會回落到 6.04%， 潮水終究會退。當 AI 的紅利不再以每年2位數的速度湧進來，當出口的引擎降速，那些在這幾年被高速成長掩蓋住的問題會一個一個浮上水面。到那個時候，我們要面對的不是 6.17 倍，也不是 66.9 倍，而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一個社會可以承受多大的差距，而不至於失去它的向心力。當一個年輕人算完那道算術，發現自己一輩子的薪水買不到市中心的30坪，他會選擇更努力，還是選擇不婚、不育、不消費、不參與？2026年8月14日那一天，主計總處在同一場發布裡丟出的2個數字，其實不是矛盾，它們是同一件事的2面。經濟成長率創下39年新高，和貧富差距創下14年新高，本來就寫在同一張紙上。我們每個人都住在這座島上，但我們住的真的是同一個台灣嗎？